牛仔敲开小老弟的房门，礼貌性地问了一句 ：“You Jimmy, Gerson's boy?” I'll take that as a yes. 当吉米醒过来时，已经被五花大绑在椅子上。牛仔拿起烧红的铁烙，直勾勾朝吉米走了过去。原来是吉米的父亲给他找了一份工作，那就是加入黄石达顿农场做一名小牛仔。但想要加入农场，就必须在身上盖个印记，而这个牛仔正是农场上的第一猛将李普。随后他露出自己身上的印记。You be a man about it. Don't scream. 好家伙，一股了猪毛味儿。随后男人拿出一盒药膏，让他明天去农场报道。这就是备受影迷青睐的高分美剧《黄石》，每季评分高达 9.2， 是真正意义上的西部影片天花板。第二天一早，吉姆来到黄石农场报道。农场主老约翰为了让他更像牛仔，特意给他安排了一节牛仔速成课。殊不知这就是个坑，因为老约翰已经被这匹马摔了无数回。他得出一个结论。这不，几人将吉姆的手脚绑得严严实实，顺便告诉他千万别松开这个绳子。接下来就是一段闪断腰子的精彩表演。Damn, that thing's a freight train. 黄石的人就是这样，印有烙印的只有他们自己可以欺负，外人想动他分毫都不行。当天晚上，吉姆回到宿舍一动不动，那脚丫子属实让人睁不开眼睛。室友让他去洗，可他连抬手指头的力气都没有。Hey, man!Looks like you taking that shower now, Jimmy! Get the fuck! 争执中，室友不小心看到吉姆的烙印，瞬间停止了动作。虽然他们同样是为农场打工，可印有烙印的就是黄石内部人员，谁也不可轻易招惹。但偏偏有人不信邪。这天，吉姆和工友一起走，男人在身后故意绊了他一下，吉姆转身上去理论，结果被一炮子掀翻在地，再一记勾拳打中虎胆。听着拳头和脑袋瓜猛烈的撞击声，可以断定这每一下都是暴击。男人算是打过了瘾，殊不知他已惹下滔天大祸。就在这时，黄石战神李普突然出现，一记抱摔将男人放倒。刚刚还在耀武扬威的男人，在他手里就像个小鸡仔。随后李普恶狠狠地告诉他 You wanna fight somebody, you come fight me! I'll fight you all goddamn day! 接着他露出吉姆的烙印，警告众人谁再敢动有烙印的人，后果自负。黄石人是出了名的护短，而且他们势力极为庞大，农场的占地面积数千公里，是全美最大的私人庄园，就连上厕所都得用直升机往返。农场主老约翰手下更是不乏精兵强将。当天晚上，一个老牛仔送那个打了吉姆的男人去火车站，殊不知这就是他人生的终点站。老头把汽车停在悬崖边上，男人的行李直接被他扔了下去。What are you doing? This ain't no goddamn train station! Sure it is. Long black train. 第二天，吉姆带着女友来到酒吧。这小子可能天生自带挨揍体质，有人想撩他女友。Fuck off! What the fuck did you just say to me, huh? Sorry. Fuck off! 说完还告诉女友自己是黄石的人，他们不敢拿我怎么样。这也应了那句老话，黄石人人都在秀，只有吉姆在挨揍。屋内的队友看到吉姆被欺负，纷纷上前帮忙，无奈对方人多势众，几人被一顿砍瓜切菜全部放倒。回到农场，看着几人被打得鼻青脸肿，凯哥简单问了下地址，转身叫上黄石战神李普。这个场子今天必须找回来，这也是黄石人的宗旨，报仇从不隔夜。他们将卡车顶在酒吧门口，放出后备箱的大黑牛。好家伙，只听屋内求救声和骂声连成一片，李普则带着兄弟们堵在门口。Jimmy, you fucking call him out. You hear me? Right there! 至此，刚才参与打架的瓜娃子全员团灭。随后，李普带着人进入酒吧，他警告老板 Maybe next time someone puts their hands on someone from the Yellowstone, you think to give me a fucking call. 他保证再有这种情况就一把大火烧了这里。这就是黄石人，他们嚣张跋扈且极度护短，但偏偏势力还大得可怕。他们的背后是一个数千公里的巨大庄园，农场主老约翰更是人脉通天。现在的黄石可以说有人有权还有钱，无论是谁都要让他们三分。现在唯一和他们不对付的就是相邻的印第安保留区。新上任的酋长狗蛋为了地盘，跟黄石屡次产生摩擦，直到这天，双方的矛盾彻底爆发。黄石农场的牛突然全都跑到栅栏外，那边正是印区地盘。看着现场人为损坏的栅栏，老牛仔气不过就要去夺回牛群，可一个印第安人一把将他按倒在地。原来印区有一条规定，只要有牲畜跑进保留区，牲畜的所有权就归他们了。看到自己人被欺负，农场主的大儿子小李掏枪上前。很快，此事惊动了农场主老约翰，他驾驶直升机赶到现场，看着眼前的一切，他不用猜都知道是印区搞的鬼。老约翰了解了状况，转身离去。这可不是他怂了，既然印区敢点火，
他就让对方尝尝来自黄石人的愤怒。开头就说过，黄石人报仇从不隔夜。当天晚上，大部队浩浩荡荡地挺进保留区，老约翰则在直升机上运筹帷幄，双方大战一触即发。不料印区警员早已在这等候多时，他们深知黄石人睚眦必报的性质。在老约翰的指挥下，黄石人立刻回撤，他则利用直升机吹起的巨大烟雾为他们掩护。可他的大儿子小李在撤退时遭到袭击，瓜娃子刚准备上前补刀，好在二儿子凯哥及时赶到，上去就给对方来了一套全麻服。转过身，大哥早已停止了呼吸。第二天清晨，凯哥带着小李的尸体返回农场。老约翰看到这一幕，让凯哥先回家，自己则带着大儿子去了家族的栖息之地。他抱着小李，这一刻谁又能体会到他的心酸？这次看似印区略胜他们一筹，殊不知他们的阴谋诡计彻底激怒了黄石人。老约翰暗自发誓，要动用所有关系对印区全面开战。一个场面告诉你黄石的人有多豪横。凯哥为了拔一棵树桩，猛踩油门拼命地拽，不料拖拉机一个倒栽葱摔个跟头，气得他猛踹发动机，然后拿出一桶炸药放在树桩前，告诉儿子捂住耳朵，张大嘴。下一秒，好家伙，树桩是没了，却意外炸出一副霸王龙化石。随后又带着儿子来打靶。海豹突击队出身的凯哥百发百中，他在家里玩得高兴，殊不知他老爸还在外面给他擦屁股。一天前，黄石和印区开战，双方各死一人，本来一命抵一命，这事儿就算过去了。不料法医结果出来后，发现印区的死者凶手另有其人，而且有2名警员看到是凯哥把大儿子的尸体带回来，一切的矛头都指向了三儿子。这可不行，一旦通报上去，到时候他8成连这个儿子也保不住了。于是老约翰动用关系，让2名警员主动闭嘴，但法医那块就有点棘手。由于报告已经交到印第安人手里，他们只能选择让印区死无对证。这事儿老约翰让黄石战神离谱去做，因为他办事很稳妥。法医看到是黄石的人，自知大事不妙，他拿起电钻天真的就要动手，结果离谱扑哧就是一个大铁盘子，还敢反抗，直接让他见大敌，然后用十字固送其领了盒饭，再制造出意外事故的现场，一套操作行云流水。接着老约翰命人连夜火化大儿子，至此所有证据被全部销毁。这就是黄石的手段，惹了他们的人没一个有好下场。而接下来就是印区的酋长，这天酋长刚出保留区就被一群警员团团包围，很明显这是提前准备好的。酋长被换上一身囚服进了号子，很快老约翰跟他见了面，他就是要用这种手段告诉对方，你也就是在保留区好使，出了保留区你没有任何资本和我斗，还警告他。酋长无所谓的笑了笑，他表示牛群可以给你，但等你死后，你的子女付不起高额的遗产税的时候，我就会出手买下农场，推倒所有栅栏，让你和你家族的痕迹彻底消失，就像当初你们赶走印第安人的样子。老约翰不在意的告诉他，如果不还牛群，你就待在监狱发挥想象力吧。话是这么说，但他出门就联系了高层人物，为了黄石的未来，他必须要制定一个长久的策略。第二天清晨，印区就把牛群原封不动地送了回来，酋长也恢复了自由。这天凯嫂走进一家白人服装店，一进门，金发妹就因为她的肤色一直盯着看，殊不知就是这个眼神，一会儿就让她付出惨痛的代价。看到保安守住门口，作为顾客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凯嫂转身准备离去，不料金发妹怀疑她偷了东西，将其叫住，还让店员报了警。凯嫂见状掏出手机，拨通了大姐贝斯的电话。 Hi. I need help. Why are you calling me? Why aren't you calling your husband? Because if my husband came in here, he'd kill somebody. 得到位置信息，贝斯立即出动，随后警员赶到现场，翻了背包没有任何发现，但金发妹认为应该来一个全身检查。记住这副嘴脸，一会儿有她好受的。 Hey, we need one of your dressing rooms. Be my guest. Step into the dressing room, please. If I say no, you'll be arrested for shoplifting. 凯嫂无话可说，只能配合调查。金发妹则偷偷拿出一枚戒指扔在脚下。警员经过一番搜索 She doesn't have anything. I saw her. Look. 凯嫂被逼无奈脱去全身衣物，还是没有发现。接着还要求她脱去内衣，这段不好看，我先替你们看了。就在这时，大姐贝斯才姗姗来迟。店主看到贝斯谎称已经打烊， Where is she? My sister-in-law. 直到他看到是一间光不出溜的地隙，贝斯的眼里简直要喷出火了。警员看到是黄石的大姐，灰溜溜的站到一旁，他让弟媳穿好衣服，然后指着2人说 I went to high school with you. And you babysat her husband. 2人自知踢到铁板，连忙离去。凯嫂看到事情结束，并不想继续追究，但以大姐的性格，自然不会善罢甘休。她将门牌翻到停业状态，然后给金发妹上了一堂人生课。 Oh, that's nice. Nah. 接下来的操作简直让人心旷神怡。他
他一边砸店，一边以其肉体为半径，精神为方程，展开一段猛烈的沟通。大姐让他把衣服脱了，否则这家店就不要再开了。看到这儿，对贝斯的评价就是一个字：潇洒。金发妹刚刚是怎么羞辱他家人的？现在大姐就要10倍奉还，没有任何理由，就是以势压人。但善良的凯嫂看不下去，她出声制止。I didn't steal from you and you know it. You judge my skin, just say it. I judged your skin. Sorry. 看似在要他一个道歉，实则是救了金发妹一命。 You're lucky she has a conscience. I was gonna get you to fuck that bastard. 这天，凯哥带着儿子兜风，途中偶遇一台可疑的陌生车辆，他拿枪慢慢靠近，竟意外发现一名被绑少女。好家伙，这一身好悬没给他老爸送走。好在凯哥出身海盗，反应极快，对方看到是硬茬子，开车就跑。随后他将儿子藏到一处管道，自己则开车追了上去。这就是为啥都不让爸爸单独带孩子的原因。管道里的男孩一转身，竟发现一条正在度假的响尾眼镜蛇。男孩拿起石头就砸了过去，但却没有打中。面对这个占了自己地盘还攻击他的家伙，响尾也是毫不留情，这边拼命的咬，另一边拼命的踹。不知过了多久，当凯哥回来时，发现儿子手中竟然多了一条上百斤的大蛇，不愧是自己的儿子。而凯哥刚刚也没闲着，为了救那名少女，他利用手中的绳子勾住胆，让其脑瓜和大地来了个亲密接触，当场饮恨东北。凯哥想要报案，可女孩不想透露自己被欺负的过程，他只能先清理了现场，然后送女孩回家。女孩家人得知这一情况，连夜和凯哥处理了尸体，一把大火毁尸灭迹。就算这里是他又怎么样啊？一个人有这么多土地，大家分享可以吗？了不起吗？他们不知道自己闯进了谁的领地，这里可是黄石农场。面对强词夺理的外来入侵者，老约翰直接教他们做人。但他这么做主要是因为不远处那头棕熊，这帮人一直不走，很可能会被他团灭。棕熊给农场带来很大危险，但它又是濒危动物，让牛仔们摸不得碰不得。这天，吉姆在树林遛马，偶遇棕熊，被其一路狂追，无路可跑的他爬上一棵随时可能会倒的小树。棕熊看到食物疯狂摇动，就等吉姆撑不住落入嘴中。好在不远处的队友听到求救声，他们利用绳索将其套住，吉姆这才得救。话说，自从他被印上黄石的烙印，不是被人揍就是被畜生追。此事传到了老约翰这里，为了牛仔和牛群的安全，他派出黄石战神李普驱赶棕熊。好不容易找到目标位置，半路却听到有人在求救。他走向悬崖边上，原来是2名游客为了躲避棕熊跳了下去。李普拿出绳索，他告诉女人一次只能上来一个，可他却想将机会让给男友。离谱的是，男友也这么想，两人鸡头掰脸一顿让，结果女人意外失足坠亡。李普让男人抓紧绳索，但男人已经心灰意冷，随即松手前去跟女友会合。李普还没反应过来，转身又碰到朝他扑来的棕熊，好在他是黄石出了名的快枪手。很快，周警过来处理了现场。警长怀疑李普在这里非法狩猎濒危动物，2名游客看到被他扔下悬崖。老约翰一听就是有人栽赃陷害，竟然连自己一手提拔的警长都倒戈相向。李普也是百嘴难辩。没多久，动物管理局的人找上门来，李普准备亲自带他去看现场。一见面，女警官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随后2人出发前往现场，可李普看到对方马屁股上有一只马蝇，他好心提醒却被女警无视，结果下一秒。李普连忙追了上去，当他找到女警时，他已经被摔到地上，身体也被栅栏洞穿。这下事情麻烦了，他绝对不能死在这里，否则自己就算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他立刻呼叫农场派来直升机，为了防止造成2次伤害，李普剪断铁丝网放走小马，然后抱着女警将栅栏连根拔起。剧烈的疼痛让他不得不相信眼前这个男人。好在直升机及时赶到，女警也成功获救，可这说明李普在撒谎。只有老约翰看出端倪，他拿来自己的猎枪，按照李普当时的站位开了好几枪，无一例外弹壳全都掉在原地。他知道李普不会对自己撒谎。细心的老约翰看到警长的手不太自然，于是让其掏出兜里的东西，果然是李普掉落的子弹。警长一群机车党正在开 party， 黄石牛仔告诉他们这里是私人农场，可大胡子却毫不在意，反而还嘲讽他们是一群乡巴佬。他们不知道，就是因为这句话，自己将要付出血的代价。双拳打脚踢，这们何曾吃过这么大亏？老牛仔提醒李普，他们肯定还会回来的。果然在当天夜里，这群瓜娃子再次返回农场，他们人手2桶汽油，竟然想一把大火烧了农场。不料在这里碰到农场主老约翰、大胡子等人不慌不忙，这次他们可是有备而来。老约翰跟他们讲道理，胡子蒙圈了，他连忙求饶，自己上有老下有小，请大佬高抬贵手。老约翰自然不会跟瓜娃子一般计较，然而拥有全美最大的私人庄园，麻烦事远不止这些。相邻的印第安保留区基于黄石农场这块宝地，老约翰得知这一情况，给战神李普下达了一个命令：
These problems have to go away before I do. Well, how far away do you want them to go? When they go away, they never come back. Ever. 得到指令，第二天，李普带着人找上了地产商丹哥，看到是黄石的人。来看看黄石农场这对神仙眷侣有多豪横。大姐夫李普武力值爆表，在这个以武为尊的西部，他就是神一样的存在。他还有一句经典名言 I'll fight somebody, you come fight me. I'll fight you all goddamn day. 大姐贝斯则是底蕴十足，价值千万的农场说买就买。 Now get out of my house. 就是这样一对人人都羡慕的神仙眷侣。可大姐夫最近却有了烦心事，因为他发现新来的牛仔三番五次找贝斯玩游戏。头顶大草原的李普为了农场和平忍气吞声，但他发现自从两人好上了，这个小胡子就多出一股优越感。帮吉姆报仇的时候，所有牛仔都动了手，只有他在一旁运筹帷幄。还有维修栅栏自己都在干活，他却在一旁修指甲。李普只是让他过来打下手，小胡子立刻怼回去。 This is your field, is it, Rip? Well, I reckon I got a fondness for the farmer's daughter. Just got that in common, don't we? 殊不知这触动了李普的秘密，你做就做吧。这种事竟然还往出说，上去就是一炮子。小胡子拿出小刀，两人一言不合就要开干。老牛仔见状上去拉偏架，这场草原之战才告一段落。不过小胡子也算够义气，至少人家1个月没用农场9万的电费。随后他收拾东西就要辞职，路上碰到老约翰。I quit. How come? Can't figure out who runs this deal. I run it. He runs it. You don't listen to nobody else. Head on back to the bunkhouse. 就这样，小胡子留了下来。听到他去而复返，李普一脚踹开工棚大门。彪悍的大姐夫不需要解释，他今天必须教训这小子。好在凯哥及时赶到。God wants to see you. Hey, now. 听到是老约翰叫他，李普这才停手。他是老爷子唯一信任的人。You're sure the only person that doesn't benefit when I'm gone. You do it for me. Yes, sir. And I always will. 为此，老约翰请他教凯哥管理农场。在此之前，农场一直都是大姐夫管理，但他很快就摆正了心态，毕竟凯哥才是他的亲儿子。当晚就拿着行李和凯哥互换了宿舍，他主动来到工棚居住。一时间，众人有些蒙圈，因为在他们的认知中，李普在农场的地位仅次于老约翰。第二天，牛仔们聚在一起放牛，大姐夫故意挑衅跟他有过节的小胡子，两人在丛林中你追我赶，小胡子技不如人飞了出去，眼看他就要命丧马蹄。凯哥及时出现拦下李普，原来他就是要找一个借口和凯哥决斗，让他在所有人面前战胜自己，树立威望，方便日后接管黄石农场的管理权。不得不说，李普为了农场真是鞠躬尽瘁。两人的大战在牛仔们的注视下一触即发。一开始两人打得有来有回，你打我一拳，我打你一炮子。凯哥甚至略占上风，不过战神的名号可不是白叫的。转身一记爆摔将其放倒，上去一套王八拳呼到脸上。Want us to get in there? No. This needs to happen. 此时场内的战斗已经进入白热化，双方体力严重透支，能扛到现在拼的就是耐性。凯哥赢了，因为结局早已注定，老约翰也不得不默默低下头。随后，凯哥说出了黄石的经典名言 ：“There ain't no fighting on this ranch. You wanna fight? You come fight me.” 李普也在一场大战中完成交接，要想让凯哥树立威望，他必须削弱众人对自己的依赖。只有老约翰知道他付出了多大代价。为此，豪横的大姐贝斯跟父亲大吵一架，质问他们凭什么只因为血缘关系就否定了李普。出来后，他心疼地安慰李普，没想到他将此事看得很开。This is my family. Whether y'all think of me that way or not. 这又何尝不是现实中没有背景？无论付出何种努力和真心，上位者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否定你的一切。男人走在大街上，两个瓜娃子上去就要过路费，看到自己被无视，一把打飞了男人的帽子。殊不知就因为这个举动，两人搭上了小命。吉姆转身就是一记摆拳，趁着对方没反应过来，立刻回到车上，并让队友赶紧开车。不料瓜娃子还是追了上来。看到吉姆被欺负，队友直接放出大招防狼喷剂。好家伙，伤敌1000，自损800。就连吉姆都被波及了，但好在是摆脱了追击。不得不说，吉姆也真是倒霉，别人印上黄石烙印一个比一个猛。他自从有了烙印，不是挨揍就是在挨揍的路上。但这事还不算完，那两个瓜娃子不敢去黄石找事，就来找他爷爷。他还以为两人是吉姆的朋友，刚要握手就被一拳放倒，接着就是一顿拳打脚踢，打得浑身直冒白烟。Tell him I want my fucking money. He's got a week. 第二天，爷爷颤颤巍巍地站到吉姆面前。How much do you owe? Yeah, I'll get it. They said a week.
before I get this again. 吉姆知道不能再拖下去了，于是找老牛仔学习如何赚外快。他这才发现自己的技能竟然还能赚钱。在这个竞技场上，只要能在马背上坚持8秒，就可以获得奖金。随着栅栏打开，吉姆的隔夜饭差点给颠出来。结果出乎所有人意料，这个瘦小伙不仅坚持了8秒，还成功拿下了这届金牌。获得的奖金足以够他还债。隔天他就把钱还给了瓜娃子。吉姆这次没有理会对方的嘲讽。We're done. Leave my grandfather alone. 但因为上次队友喷了他们一脸防狼喷剂，瓜娃子要他那块奖牌当做补偿，吉姆只能选择息事宁人。可让他想不到的是，这天爷爷还是出事了。警员找到吉姆便问道：“你爷爷最近是不是遭到袭击了？”他大脑中一条血管破裂，导致当场去世。听到这个噩耗，吉姆气疯了，自己拿了钱，他们竟然还要动手。他拿出猎枪就要去报仇，路过的李普将他拦住，并让他冷静一点。想要报仇也不是这个方法。I'm going to show you how to get rid of problems, so they don't become new problems. You hear me? Now give me the rifle. 这火瓜娃子只能自认倒霉。李普要拿他们杀鸡儆猴，同时警告所有人别轻易招惹黄石。Do it tonight. 当天晚上，李普带人拿着煤气罐来到瓜娃子的住处，看到几人睡得正香，他们用电钻打出小孔，再将软管塞进去，然后打开煤气阀门。可吉姆不甘心让他们死得这么舒服，他进去拿走自己辛苦得来的奖牌，对着脑袋瓜哭哧就是一脚，再朝面门一记爆踹，这才离开房间。瓜娃子反应过来追出门。这就是黄石的手段，他们报仇从不隔夜，然而偏偏有人跟他们过不去。农场也迎来有史以来最大的危机，一夜之间损失数百头牛，农场的利益遭到破损，农场主老约翰被彻底激怒。经验丰富的老牛仔找到原因，农场里竟然出现了苜蓿草，牛子一旦吃了这种草，得不到及时救治就会胀气而亡。虽然现场没有留下证据，但老约翰心里已经有了怀疑的目标。很快警长带队赶到案发地，他发现周围没有轮胎的印记，而且围栏又离得很远，以人力根本不可能扔过来，唯一的途径就是通过飞机进行投放。老约翰怀疑是丹尼尔干的，一是他有这个能力，二是因为他和印第安酋长一直对黄石农场虎视眈眈，而且两人现在正举行动土仪式，准备在黄石农场周围建立高档别墅和赌场，以此提高农场的土地价格，企图用天价税金压倒黄石。老约翰自然不会坐以待毙，他让警长授权凯哥携带枪支，然后交代两个儿子。We find the evidence. When he does, drag him by the hair back to me. 但现在首要的问题是处理苜蓿草。为了防止他们在这里扎根，老约翰当天晚上就让手下一把大火烧了农场。看着传承了上百年的土地，他的心都在滴血。既然有人敢招惹他们，那就准备好迎接黄石人的手段。隔天，一名警员就堵在了丹尼尔家里，对方看到情况不对，立刻掏枪。就在双方对峙时，凯哥从天而降，一招制服了丹尼尔。海豹突击队出身的他，要用自己的方式对其审问。不料他前脚刚上楼，丹尼尔的贴身保镖就假装维修工靠近，警员刚放松警惕，就被一炮子放倒，接着将其扔进后备箱。屋内的丹尼尔一直说话吸引凯哥的注意，但他属实低估了凯哥的实力。丹尼尔拿枪对准了凯哥，好在警员及时出现，原来保镖刚刚忘记拿走他的钥匙。怒气爆表的凯哥一把抓过丹尼尔，逼问他农场的牛是不是他杀的。I don't know how to kill cows. I wish I did. I see the pain this caused you and your family. I wish it happened to me. 凯哥从他的眼神中看出，丹尼尔并不是幕后黑手，可不是他还能是谁呢？凯哥将此事告诉了父亲，老约翰也不得而知。直到这天，两个不速之客闯进黄石农场，他们是黄石区最大的黑帮头子，据说谁惹上他们都会不得善终。对方在这个节骨眼找上门，显然没有什么好事。通过了解，原来两兄弟是来找他谈合作的，因为印区酋长和开发商丹尼尔要在附近建赌场，他们也想分一杯羹。得知对方的意图，老约翰果断拒绝。他知道贝克兄弟的口碑，跟他们合作的人没有一个落得好下场。两兄弟吃了闭门羹，转身又找到印区酋长，要求在建设的赌场内放置老虎机，达到双方共赢的效果。显然酋长也知道他们的品性，自然不会妥协。 My best croupier, even with 9.5 fingers, he makes more than a row of gas station slots in a week. 殊不知就是这个镜头，酋长损失了自己最好的荷官，案板上的一只手就是对他最大的警告，这分明就是要开战的节奏。随后贝克兄弟又对他的搭档丹尼尔发出制裁，不仅吊销了营业执照，还没收了所有酒品，断掉他们的现金流。对此丹尼尔也是敢怒不敢言，
接下来就是黄石农场，贝克找到大姐贝斯，试图让她说服老约翰跟自己合作。殊不知黄石大姐出口成章，一个字：滚。All that tough talk, Beth. I've got the cure for that. We'll see how tough you are after I give it to you. Challenge accepted. 贝克转身离去，不料当天晚上就出事了。看到走廊外有人影闪过，贝斯立刻拿出手机向离谱求救，助理被一炮子掀翻在地。他们正是贝克派来的打手。贝斯将小刀藏到身后，黑衣壮汉一把掐住他的脖子，结果被一顿戳。他们显然小看了黄石的大姐，但她终究是一介女人，在绝对的力量面前还是不堪一击。瓜娃子上去就是一拳，一点不懂得怜香惜玉。与此同时，大姐夫离谱正朝这边全速奔袭，可贝斯的电话却始终打不通。这边歹徒将两人绑到一起，他安慰助理别害怕，结果下一秒，这时一旁的队友因失血过多发生昏迷，瓜娃子的情绪也逐渐失控。关键时刻，离谱终于赶到，不愧被称为黄石战神，硬扛2枪迅速近身。刚刚勇猛无比的壮汉，在他手中就跟个鸡崽子一样，3下5除2便结束了战斗。看到贝斯受伤，离谱忍着疼痛打电话求救，顺便让农场派个医生过来。不料彪悍的大姐直接拿起烟灰缸，将瓜娃子的脑袋瓜砸得稀巴烂。很快，老约翰带人赶到现场，他还从未吃过如此大亏，而且敢对他家人下手。黄石已经将贝克兄弟列入了必杀名单，第二天就用2兄弟的手下给他们送了一份大礼。心腹被杀，贝克得知事情已经败露，于是决定1不做2不休，他们要从老约翰最爱的人开始下手。与此同时，老约翰查出牛群死亡的事也跟他们有关系。对方为了让黄石和印第安酋长等人发生矛盾，竟然在深夜派出飞机空投苜蓿草，这才酿成当日的惨剧。双方的矛盾已经到了不可调节的程度。随后，他将酋长和丹尼尔叫到农场。正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由于贝克兄弟对3人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失，他们决定尽弃前嫌，歃血为盟。任何矛盾都等此事结束再说。可就在当天晚上，老约翰的孙子突然不见了。黄石全员出动，展开地毯式搜索，整整找了一宿。凯哥也只找到儿子的一只鞋。很明显，小凯是被人掳走了，而贝克兄弟的报复才刚刚开始。画面一转，丹尼尔的保镖被无声干掉。不愧是黄石区最大的黑帮头子，手段果然很辣。屋内的丹尼尔碰巧看到杀手正要打开门锁，他连忙拿出武器，躲到衣柜里伺机而动。看到杀手逐步向衣柜走来，他的心都要提到嗓子眼了。出来捡起武器，另一名杀手刚要进屋，就被他一通乱射送去领了盒饭。这也是丹尼尔第一次这么幽默。还没喘口气，又一个杀手悄悄出现在他面前。丹尼尔当场饮恨东北。与此同时，老约翰为了救孙子，动用黄石家族的力量展开行动。贝克兄弟其中一位刚出门就被警方拦在路上，经过一番寻找，没有看到小凯的身影，才放他离去。他知道自己已经把黄石惹急了，连忙通知弟弟离开住处，但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在家中运筹帷幄的老约翰得到警长信息，立刻命令凯哥闯进贝克家中。海豹突击队出身的他，应付这种小场面简直就是手到擒来。Where's my son? Where is he? There's a lot of stuff I can shoot before you die. 在凯哥的雷霆手段下，老二很快就撑不住了。得知儿子在蒙大拿自由民兵那里，他便再也没有活着的价值了。Don't you know about my family? You didn't think we'd fight back. No. Nobody ever fights. Until now. Oh, please. I don't want to die on a fucking toilet. 但这可由不得他了。随后，凯哥拿起老二的武器，对着门外打出几枪，伪造成拒捕被杀的假象，然后拿到指纹便扔到地上。凯哥的细节处理得相当到位。老约翰听到儿子得手，拿出农场的地契交给贝斯。为了孙子，他决定拼上自己的老命。地契里还夹着一封给离谱的信，他表示对自己之前的不公心怀歉意，但自己其实早就在心里把他当成了儿子。还附赠给他一套只有家人才能拥有的木屋。一封信和一间木屋就让这位战神痛哭流涕。这就是老约翰的用人之道。当天晚上，黄石农场和民兵大战一触即发，得到认可的离谱自告奋勇冲锋陷阵，为队友吸引火力。这股子狠劲是真的无敌，面对子弹不躲不闪。与此同时，黄石大部队展开进攻，在离谱的带领下士气大增，几个瓜娃子当场饮恨东北，还有被吓破胆投降的。凯哥的作战经验也是十分丰富，打开木门消耗对方火力，然后迅速闪身进行收割。进入房内，第一时间找到民兵头目。Do you know where my son is? Sure do. No! 这下线索又中断了。好在老约翰发现要逃跑的贝克老大，
面对伤害自己家人的罪魁祸首，他没有一丝手下留情。这一点凯哥和他非常相似，不会给敌人任何反抗的机会。在身心的双重折磨下，贝克老大最终没能忍住，说出了孩子的下落。警方很快便找到了目标位置，一名警员利用破门锤冲进房间，接着就是一场单方面的最终在卫生间浴缸里找到失踪的儿子，除了受到点惊吓，身体没有任何伤害。不过这对黄石的孩子来说根本就不是事儿，毕竟小凯曾经徒手干掉过一条眼镜蛇。随着贝克兄弟消亡，黄石的危机已经解除。不过拥有全美最大的私人庄园，黄石家族接下来面对的挑战将更加严峻。